上次去东京写生后，爱上这个带 iPad 出国写生的感觉。这次来到日本另一个大城京都与大阪，跟上次很不同的是，这次是在寒冷的冬天前往，气温都是在0度上下，在现场画画真的是非常的寒冷啊！边画边想，我干嘛这样整自己？可是这次的旅程结束后，我却收获满满，非常的开心。那带着 iPad 写生会不会有什么需要克服的地方呢？这让我很期待这次的行程，能够分享很多特别的经验给喜欢画画的人。第一天抵达京都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时段。放好了行李后，在寒冷的天气下去京都车站附近的区域逛逛，确认明天前往八坂之塔、清水寺的路径。京都不愧是有景观法保护的城市，在颜色的规范上都有严格的要求，让视觉十分的舒服。沿路看上很多住宅都非常漂亮，只不过有一个有趣的难题，就是每一个场景、每一个转角都超级的美，都好想画啊。短短的1公里的路上，就记录了很多想要画的场景。无奈啊，天色越来越暗，气候也越来越寒冷。沿着路上的景色再美，身体还没有适应这个寒冷的气温，所以啊，走到了鸭川后，就返回饭店休息，准备明天的行程。不行了，我要先回饭店，太冷了，手都快冻僵了，根本没有办法画图。今天为了避开恐怖的人潮，早上7点多左右就徒步前往清水寺的那个区域。虽然沿路上又看见一些很想要画的场景，不过想着今天的目的地一到中午就会有很可怕的人潮，还是专注的前往目的地吧。再来到八坂塔的前方，这是我几年前来京都画过的时候的场景。这是我以前画图的地方。这一次我带着最新最亮的 iPad Pro 来到相同的地点，我想知道有新的设备后跟新的功能，在画图上的感受会有很明显不同吗？例如 Apple Pencil Pro 支援转笔， iPad Pro 变薄变更亮，会影响 iPad Pro 写生的体验吗？这次选择了这个角落，一来距离眼前的场景更近，二来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一开始在画的时候画的是横式的，不过画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垂直的画面能够呈现更好的构图。在画图前，我还是打开手机翻阅了网络上不透明水彩写生派的作品，想说这一次我想用 iPad 画出这样的感觉，而这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一个风格来去写生。不透明水彩写生的重点就在于非常依赖笔刷的方向性，透过笔刷的方向性来去将空间建构出来。无论是八坂之塔的屋瓦，或者是地板、楼梯等等，都可以用笔触的方向性快速的建构出来。这是不支援 Apple Pencil Pro 的机种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再搭配1000尼特的亮度，完全不担心画面会反光，导致选色困难。画完的时候非常满意这次的作品。这次画的风格比起几年前相同的地点来说，好看了不少。不仅画图的时候时间比以前更快，风格上更是有着利落的感觉。这次写生的手感跟几年前的 iPad Pro 差太多了。不过说到手这件事情，在寒冷的天气画画，还真的会冻坏手。画完之后手有一度不太有感觉，由于手的温度变低，好像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手指触控的效果。有时候啊，要去叫出快捷键，或者是说放画面，都有点不太灵敏。哎呀，收拾一下工具后，去旁边的投币机来一瓶热咖啡，温暖一下，那就前往下一个地点咯。画完八坂之塔后，时间也慢慢来到中午，所以观光客们也都逐渐来到这个区域。沿路走来，人真的越来越多，担心着待会真的有空间可以让我画画吗？没想到还真的让我打到一个大景的转角，人王门前。本来想说想要再更往前一点点，但想着前方可能会有脚架的限制，所以还是作罢吧。不过这个转角就已经够好了，
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人拍照。毕竟开始画下去的时候都是1个小时以上，所以还是多注意一下会比较好。当准备好之后，发现这台 iPad Pro 令我困扰的点了。由于环境变亮了，让拍摄的相机快门变快，导致拍摄 iPad 的画面都会出现明显的条纹状。以前的 iPad 使用的面板跟现在新的 iPad 不同，虽然现在更省电更亮，但是拍摄的时候还真的蛮令人困扰的。虽然我可以架设大台的相机去手动调整快门 ISO 来去拍摄，但是这样就没有旅游的便利性了。这些感想都是我拍完后才发现的。还能怎么样呢？开始打稿的时候，人们会好奇看了一下，撇头就走。不过当画到快要完成的时候呢，停留下来的人变多了，就会听到不同的语言的赞叹声。不谦虚的说，我真的觉得我很会画画。在过程中也蛮多讲中文的人围绕在旁边，想说礼貌点个头，安安静静的画着。毕竟我是个超级 I 人。完成。多亏上一张的练习，这次画起来更加的顺畅。打包收拾一下，就独自前往园区内部逛逛啦。从这个高度看整个京都，除了京都塔之外，这里不大有超高大楼，在严格的管理之下，保存着京都特有的景色，让这个地方具有独特的魅力与价值，真的是看起来十分的舒服，又相当的羡慕啊。对了，既然是旅游学生，论到轻便性质，怎么少不了最新的 iPad mini 呢？这不就来了吗？今天跟京都的朋友聊天聊到晚上才去画画，去的时候是昨天晚上待的景满天宫前。这次很不同，我没有带着包包出门，只有带着 iPad mini。我想要测试我到底可以带多轻便的设备出门。以往为了拍摄顺利，会思考的太多，然后带太多的设备出门，导致肩膀非常的酸痛。但这样一点也没有轻松出门画画的感觉，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由于是在晚上画画，所以 iPad mini 没有 Pro 那么亮也没有关系，反而因为发光的关系，在晚上画画非常方便。只不过画场景来说有一点太小了，但是以旅行写生的角度来看，太轻便了所以是可以被接受的啦。因为要画一些会发光的灯笼，所以我会选择把底色画上的深色后，好好让我知道发光的部分在哪里。你会发现，当我们在看发光的灯笼的时候，旁边不发光的景色就会变暗。灯笼、木构造交叉的话，虽然我知道上面有超级多的字，但是时间有限，让我以假字来去画它吧。不然这个场景来说，画起来就会像罚写一样。画到后面，灯笼也关了，怎么办呢？还好啦，我在现场都看那么久了，只要眼前的场景都还在，我都能够用过往的经验来去画出眼前的场景来。至于关起门来的地方，我就透过笔触的色块做一些假动作，仿佛门后面的内容我都看得一清二楚。最后我用橡皮擦将底色的边缘擦除，留下灯笼的后方那个深色。留白的地方仿佛可以放上一些杂志的标题，跟文宣一样，这种留白才是最舒服的。画完后，所有东西都放在口袋，就可以很轻松的离开啦。这才是最舒服的写生体验iPad mini 对一般大众来说，的确是最适合速写的机种。它机型小，适合放在口袋，无负担，又支援最新的 Apple Pencil Pro， 所以它能够使用最新的笔刷功能，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回到饭店后，收好东西，明天就要前往大阪咯。抵达大阪后，隔天早上立马前往道敦窟那知名的跑跑人前，准备画画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大阪早上的体感比京都还要冷这次可以看到我画着完稿是180度的，由于我想要画的地标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所以我就使出了我最擅长的180度广角透视，同时可以呈现道敦窟现场的张力以及色彩呈现出来。大阪跟京都有个很明显的差异，
在色彩上都非常的偏蓝色，彩度也比京都高非常的多。画起来还真的需要抛弃掉一点京都选色的方式，画大阪的时候要用蓝灰色，然后在蓝灰色之间偶尔挑个超高彩度的颜色，才有早晨大阪的感觉啊。现场啊真是冷到太靠北了，但是眼前的阳光真的是太棒了，色彩的呈现非常的亮丽。画完之后我非常的满意，即便挂着2条鼻涕，还是抄袭的心满意足。收拾包包，准备晚上来画旁边道敦窟商店街的场景啦。在以前我就从网络上看到很多的摄影师在此处的作品，想说一定要来画画看。在第4天刚抵达大阪的时候因为现场的游客非常的多，所以需要提前来现场看看哪一个角落比较适合摆设脚架跟拍摄还有画画。刚好让我找到一个角落非常适合画画，那里是个阴暗的角落，但是面对的却是亮丽的大阪王将的尖角招牌，就决定是这里啦。由于早上体验过大阪的寒冷，所以这次全副武装的把帽子戴上2层，希望可以暖暖的在现场画画。一开始我要画的是横的画面，只不过这样子非常明显的大阪王将的字体就被压缩到小小的，打稿到一半我就换成垂直的画面啦。横的画面就留给回台湾的我，把它精致化咯。我觉得我最后一张真的有感受到轻松非常的多，画出来的画面也比前几张更加的精致，即便这张只画了1个多小时就完成了。画完的时候我真的超级开心的，拍了非常多照片，然后上传到我的社群网络上。这一张就很像是前几天都在练功，然后浓缩在这一张上。今天画得很漂亮，非常的感动，太棒了，差不多可以离开了。虽然来了6天才画了5张，这几天我用画笔了解了京都跟大阪的不同，也让我自己更清楚用色的诀窍以及画图的快乐。对我来说，塑造了很特别的旅行记忆。在找画画地点的时，用双脚走访的各个角落，在手机上标注了下次来画的时候要画的地方。这让我每次的旅程都有值得期待的事情呢。非常期待下一次能够画更多漂亮但是不是观光景点的地方来分享给大家。好了，很期待下次在不同的地方我用 iPad 写生画画分享给大家，创造自己不同的旅行记忆，欣赏写生时候的自己。我是糯米，我们下次见，拜拜。